全世界香氣最濃郁的10種花卉。香氣是花朵最動人的語言，它無需視覺的鋪墊，便能穿透時空與距離，從夏夜庭院裡茉莉的清冽到午後陽台上梔子的甜潤。有的花朵以一股濃郁的巧克力氣息而聞名，有的花朵則憑借一縷征服人心的幽香而價比黃金。本期視頻奇趣最套將為您介紹10種香氣濃郁的花卉，讓我們一起感受那些能喚醒記憶、撩動情緒，甚至改變心境的天然芬芳。如果您喜歡這個視頻，別忘了點讚，並在評論區留言，感謝您的支持。現在我們開始吧。第10種，梔子花。在南方濕潤的初夏，梔子花的香氣穿透雨幕，飄散在空氣中，讓人甜到心頭一顫，仿佛整個夏天的溫柔都濃縮在這些小小的花朵裡。梔子花原產於長江以南及東南亞部分地區，是茜草科梔子屬的常綠灌木。它的枝葉四季油亮翠綠，椭圓形的葉片两两对生，花朵初開時呈螺旋狀，完全盛放後，花瓣層層疊疊，猶如一枚精心雕琢的白玉，中心點綴着一圈金黃色的花蕊，像灑在蛋糕上的糖霜。不過真正讓梔子花脫穎而出的，並不是潔白的花朵，而是一旦飄散開來便難以忽視的濃郁花香。梔子花的香氣飽滿醇厚，聞起來有一種奶油般的絲滑感和草木的清爽，而且它的花香擴散力極強，常常沒有看見花朵，香氣已率先飄進了鼻子。研究發現，梔子花的香氣主要來自花瓣上的芳樟醇、乙酸变酯和微量吲哚等揮發性化合物，這些物質在溫暖濕潤的空氣中會變得非常活躍，尤其是在高溫潮濕的傍晚，它的香氣異常濃郁。在南方一些地區，梔子花曾是庭院中常見的香花，夏天時白花落地，香氣不散，是許多人童年與舊時光的共同記憶。在東方文化中，梔子花寓意純粹與素淨，古人愛它色白如霜雪，香清若春醪的絕妙風姿。過去在南方一些地區，人們常在夏日將盛開的梔子花置於案頭，取其清雅之氣，寄托對安寧生活的祈願。而且梔子花還是天然的染料與藥材，它的果實可以為布料或食品着色，果實和根部都可以入藥。而且梔子花的香气也是香水、茶飲以及護膚品中的經典元素。不過最動人的仍然是梔子花綻放時的那股芳香。第9種，丁香花。在春天的花海裡，丁香花以細膩的花瓣和馥郁的香氣，成為一抹難以忽視的風景。它的香氣如同被晨露浸潤過的蜂蜜裹挾着薄荷般的清冽，仿佛將整個春天的清新都濃縮在它的每一片花瓣中。丁香花是木犀科丁香屬的落葉灌木或小喬木，原產於歐亞大陸的溫帶地區，是一種常見的庭園花木。每年春末初夏，丁香花開放時，無數小花緊密地簇擁在一起，形成一團團如同雲霞般的圓錐狀花序。微風吹過，花序輕輕搖曳，一股柔和卻極具穿透力的香氣如同漣漪般層層擴散，整座庭院甚至整條街道都籠罩在一片馥郁的芬芳中。它的花香清甜中帶着一絲辛香，像蜜糖中調入了一絲肉桂與香草的氣息，雖然濃郁卻不悶人。古人喜歡將丁香花栽種在庭院中，代表高潔的品格，也寄托人丁興旺、宏圖大展的美好願望。而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筆下，丁香花也常常寄托着難以排解的愁思。作為极具代表性的觀賞花木，丁香花偏愛北方冷涼的氣候，它的生命力極其旺盛，能夠耐受零下30度的寒冷，是北方城市綠化以及公園造景中的理想植物。第8種，臘梅。在萬木蕭瑟的寒冬臘月，臘梅的花朵在帶着霜雪的枝頭上悄悄綻放，一縷清冽而穿透力極強的香氣飄散在空氣中，像是冷空氣中被點燃的一絲暖意，顯得乾淨鋒利卻回味悠長。往往在還沒看見花朵時，它的花香就跟着刺骨的寒冷飄進了鼻腔。臘梅的香氣來源於花瓣中高度集中的芳香物質，這些物質在低溫環境下依然能夠穩定揮發，這也使得臘梅成了極少數在寒冬仍能保持濃香的花卉。雖然臘梅的名字中有個梅字，但是它和薔薇科的梅花並沒有關係。臘梅是臘梅科臘梅屬的落葉灌木，原產於中國，已有上千年的栽培史。它的花朵小巧玲瓏，直徑約2厘米左右，
花朵的外輪花瓣為半透明的蜜蠟黃或深金黃色，內瓣常帶紫紅色條紋，看起來如同小鈴鐺掛在球曲的老枝上。在白雪映襯下，宛如素白天地間燃起的一簇暖金色的火焰。它的香氣清冽而醇厚，如同松间冷泉漫過陳年檀木，不張揚卻極具穿透力。古人常將臘梅種植在庭院入口或窗邊，寒夜歸來尚未進門，空氣中那股冷香便已悄然相迎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臘梅象徵着堅韌與孤傲，它不隨春夏爭寵，卻在最艱難的寒冬釋放芬芳。正是這種逆季而香、冷中帶暖的氣質，讓臘梅擁有了獨一無二並令人難忘的存在感。第7種，茉莉花。如果要給香花排個座次，茉莉花絕對能夠穩坐前排。它的花香既不張揚也不濃烈，而是以一種近乎上癮的溫柔悄悄鑽進呼吸裡，讓人久久難忘。茉莉花是一種常綠灌木，原產於印度、緬甸及馬來群島等南亞以及東南亞地區，如今在全球熱帶與亞熱帶地區都有廣泛分布。它的植株形態優美，葉片翠綠油亮，開花時星星點點的白色小花不染一絲塵埃，宛如身着素衣的仙子，顯得簡約而樸素。常見的單瓣茉莉身姿輕盈，僅有數片潔白如雪的花瓣，而重瓣茉莉的花瓣則層層疊疊，顯得溫婉雅致。有趣的是，茉莉花通常在傍晚時分開放，它的花香清甜柔和，並帶着明顯的花蜜氣息。在夜晚或清晨時，茉莉花的香氣最為濃郁。在東方文化中，茉莉花被視為純潔、忠貞與友誼的象徵，人們喜歡將它種植在花園裡或擺放在陽台上。由於香氣穩定、層次柔潤，茉莉花自古就是香水、花茶以及香膏的靈魂原料。民間甚至将茉莉花譽為香花之王。古法印制的茉莉花茶有着上千年的歷史，而且茉莉花的香氣也是现代香水中的核心密碼。第6種，大马士革玫瑰。在花香的世界裡，大马士革玫瑰是当之无愧的香氛貴族。它不靠豔麗的色彩夺目，而是憑借一縷能穿透時光的馥郁香氣，讓古往今來的調香師為之傾倒。大馬士革玫瑰和花店裡送禮的鮮切玫瑰並不相同，它是一種古老的蔷薇品種，也被称為突厥蔷薇，是蔷薇科蔷薇属的落叶灌木，原產於小亞細亞的群山之間，被十字軍帶回歐洲，最終在保加利亞的玫瑰谷得到廣泛種植。歐洲人誤以為它來自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城，因此將它稱為大馬士革玫瑰。大馬士革玫瑰的植株高約 1.5 到2米，灰綠色的羽狀复葉襯托着粉白色的花朵，花瓣層層疊疊，像是用絲綢精心折疊的千層塔，花心探出金黃色的雄蕊。大馬士革玫瑰的香氣不是张揚的甜膩，而是清雅中帶着蜂蜜的醇厚，同時又混着一絲青草的鮮潤。它的花朵中提取的玫瑰精油堪稱液體黃金。在保加利亞的玫瑰谷，採花人必須在太陽升起之前快速將花朵採摘下來，以便留住它的芬芳。讓人驚訝的是，3到5噸的鮮花僅能提取1公斤的玫瑰精油。這種玫瑰精油不僅是高級香水的靈魂成分，也廣泛用於護膚、醫藥以及芳香療法中，被認為具有舒緩情緒、平衡身心的作用。許多經典香水中的那一抹令人難忘的玫瑰香，往往正是來自於大馬士革玫瑰。第5種，九里香。如果花香有段位，那麼九里香便是王者級的存在。它的花香濃烈醇厚，而且極具擴散力，尤其在濕熱的夏季夜晚，九里香開花時，濃郁的香氣常會飄散到很遠的地方，這正是它被稱為九里香的原因。九里香是芸香科的常綠灌木或小喬木，原產於中國南方及東南亞部分地區。它的枝幹挺拔，高度可達5米，開花時細膩的白色小花從綠葉間探出來，3、5成群聚在一起，形成具傘狀花序。它的花瓣雪白，微微反折，露出中心嫩黃的花蕊，遠看時就像一個個小雪球掛在綠葉間。當微風吹過花朵，隨風搖曳，一股清甜中帶着藥香氣息的香氣彌漫在空氣中，讓人心醉神迷。除了香氣驚人，九里香的株形遒勁，並且耐修剪，因此深受園藝愛好者喜歡。它既可以種植在道路旁或庭院中美化環境，也可以修剪成盆栽點綴陽台或室內空間。
第4種，白蘭花。在南方的庭院中，白蘭花憑借一縷暗香深入人心，它的花瓣潔白如雪，香氣優雅如蘭，因而得名。白蘭花是木蘭科含笑屬的常綠喬木，它的枝幹挺拔如傘，葉片翠綠光亮，花朵沒有完全綻放時如同白玉雕琢的毛筆頭，看起來飽滿溫潤；完全綻放後，修長而彎曲的花瓣如同仙子輕盈飄逸的裙擺，層層舒展，給人一種空靈而清幽的美感。白蘭花的香氣是一種溫潤而綿長的馥郁，聞起來清甜中帶着一絲涼意，像剛剝開的柚子混着淡淡的花蜜，又像清晨的露水落在潔白的花瓣上，讓人覺得乾淨而悠長。它的花香不刺鼻，卻能繞梁3日，甚至100米外就能聞到它的香氣。作為觀賞花卉，白蘭花常被栽種在庭院、公園或者道路旁，它的花期能從初夏一直持續到深秋。許多人喜歡將它的花苞別在衣襟上，讓香氣隨着步履飄散。在南方一些城市中，售賣白蘭花的阿婆常將新鮮採摘的白蘭花串在一起售賣，買一串放在案頭，便能得到滿屋的幽香。在佛教文化中，白蘭花被視為聖潔之花，是佛教寺院裡的5樹6花之一，而且白蘭花乾燥後也能香氣不散，還是燻製茶葉的重要原料。在一些地区，人們還認為白蘭花具有行气化浊、止咳平喘的作用。第3種，巧克力秋櫻。在众多以香氣取勝的花卉中，巧克力秋櫻擁有最具欺騙性也最讓人難以忘懷的花香。它的花朵盛開時，就像一塊融化的黑巧克力凝結在枝頭，微風吹過時，一股濃郁的巧克力氣息彌漫在空氣中，讓人忍不住停下腳步探尋香氣的來源。巧克力秋櫻屬於菊科秋櫻屬，是一種極為稀有的多年生塊茎類草本植物，原產於墨西哥。它的植株高度可達40至60厘米，花朵為暗紅色，直徑約3至5厘米，一般有6到10片花瓣。這些花瓣在陽光的照射下泛着天鵝絨般的質感。不過真正令人難忘的，則是它的花朵中溢出的那一缕熱可可般的醇香。與許多夜晚時分香氣濃郁的花朵不同，巧克力秋櫻的花朵中含有與可可相近的芳香物質，這些物質在溫暖乾燥的天氣中更容易揮發，因此在陽光猛烈的午後，巧克力秋櫻的花香便更加濃郁。憑借色調深沉的花朵以及獨特的花香，巧克力秋櫻深受園藝愛好者喜歡。不過由於野生種群被認為已經滅絕，而且它的花朵極為嬌貴，人工栽培時常常需要在溫室或盆栽中精心養護，因此這種花卉在我們的生活中並不常見。第2種，風信子。風信子以獨特的香氣和迷人的花朵聞名，它屬於百合科風信子屬的多年生球根植物，原產於地中海沿岸，如今廣泛分布在全球溫帶與亞熱帶地區。風信子的球茎像一顆裹着褐色外皮的洋蔥，入春後一根粗壯的花茎從球茎中央拔地而起，頂端密密麻麻地擠着幾十朵中型小花。它的花朵顏色多樣，從純白淡黃到深藍紫紅，每一種花色都獨具魅力。它的花瓣微微反捲，邊緣泛着絲絨般的光澤，遠看時這些色彩斑斕的花朵就像一團凝固的火焰。風信子的花香濃郁卻不失清新，聞起來甜潤中帶着絲絲縷縷的清爽，仿佛春天的第一縷微風拂過鼻尖，讓人不僅為之陶醉。作為家庭裝飾和園藝景觀中的常客，風信子耐寒易養，既可以水培，也可以栽種在泥土中。只需擺放一小盆盛開的風信子，花香便能填滿整個房間。如果將它栽種在室外，花朵綻放時，香氣隨風飄散，是春天裡最動人的景致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風信子的鱗茎中含有生物鹼，误食可能中毒。第1種，晚香玉。晚香玉以濃郁的香氣聞名，它原產於墨西哥等中美洲熱帶地區，是一種多年生球根草本植物。晚香玉的植株翠綠挺拔，高度可達1米，它的花朵顏色多樣，開花時一個個如同小喇叭一樣的花朵簇擁在一起，形成一條優雅的穗狀花序。與許多在陽光下爭奇鬥豔的花卉不同，白天時晚香玉的花朵含蓄內斂，但是當夜幕降臨，它的花朵便會釋放出一股奶油般濃郁而清甜的花香，這種醉人的香氣在空氣中緩緩流淌。
仿佛是月光釀成的香水，具有極強的穿透力。尤其在安靜的夏日夜晚，晚香玉的花香尤為濃郁，即使僅有3兩株花朵盛開，花香也能飄滿整個庭院。在歐美一些國家，晚香玉是奢華與浪漫的象徵，常被用於新娘的捧花。在現代香水工業中，晚香玉被譽為白色黃金，它的花朵中萃取的精油是許多頂級香水的靈魂成分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晚香玉的花香極為濃郁，長時間吸入可能會讓人感到不適，因此不建議長時間擺放在臥室或通風不良的辦公場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歡迎在評論區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。如果您喜歡這期視頻，歡迎點讚加訂閱，感謝您的收看，我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